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权势反转，侯明昊却古大结局是今年看过最震撼古装结局。朝堂诡谲，人心难测，稍有不慎，便是万丈深渊。这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只要认准了，那咱就干。暑期档过半，原本以为要剧荒的古偶圈又热闹起来，尤其爱奇艺一口气放出大结局，直接炸场。要说今年最让人揪心的，还的是古装权谋，而且这种剧最怕烂尾，前期高能，后期崩盘的比比皆是。不过就在7月22日晚，爱奇艺上线《雀谷加更里》，直接解锁26至28集大结局。他就是侯明昊、艾米主演的古装传奇《雀谷》。这结局有点意思，不仅仅是反转那么简单，而是把所有伏笔全收了回来，由高逸俊执导，侯明昊、艾米领衔，汇聚了王以伦、马秋元等一众颜霸。最关键，终于有一部古偶，重点不在抢皇位，而是聚焦于两个年轻人的宿命和放下的勇气。那就让咱们提前看一看这雀谷结局，谷里藏的是什么谷，魂里住的是什么魂。故事权势反转权谋，讲述男主在朝堂诡谲中从假死到新生的收官大戏。古偶多以为爱牺牲为套路，雀谷的故事却是反转到底，从定风波的火到千灯会的灯，以萧无一和李茂联手部的局为核心，讲述他们在朝堂博弈与生死考验的激荡中，如何完成从欺骗全世界到归隐江湖的完美闭环。结合大结局来看，雀谷的故事至少有3大爆点。一是让人头皮发麻的定风波大战，剧情以假死骗世人为内核，上演了一场萧无一绝地反击的惊天大戏。作为北境主帅的他，看着谢家瑜亲手射杀自己，观众心都碎了。但下一秒反转来了，这是他和李茂的局，把北境人、敌军甚至观众全骗了。直到定风波火光冲天，萧家军全员覆没，穆连瑜被杀，这场仗打得荡气回肠。最后萧无一更是借溶洞逃生，虽失意却保住性命，完成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闭环。这段设计可谓惊心动魄，足够震撼观众。二是宿命感拉满的重逢。除了战局反转，全剧还有一个剧情重点，就是男主失忆后的情感归宿。故事的泪点就集中在红发带唤醒记忆和千灯会的战鼓声。男主前一秒还是重伤失忆、武功全废的废人，下一秒就被红发带唤醒了曾经。这还不止，他在转角再次对女主一见钟情，哪怕忘了所有，爱你的本能还在。正是这份宿命感，让萧无一和谢家瑜在千灯会相拥，许下3生之誓。但两人究竟如何在权势和爱情中抉择，尤其是萧无一劈碎雀骨令那一幕，应该是全剧最燃瞬间，也是收视爆点。三是全员落定的结局。为填补 BE 的遗憾，编剧把副线也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李乐君为兄父死完成救赎，何元基入朝为官，谢太傅算计一生却是一场空。而剧中穿插的这些人物命运，则是把求人的人写进了骨子里。这种全员不降智的设定，才诞生出古偶难得的爽感。二、演员侯明昊领衔，王以伦、马秋元等实力派作配，群像精彩。想要撑起这样一部权谋古偶，演员表现也是关键。雀谷的演员阵容这块怎么样？第一位，侯明昊。找侯明昊来演萧无一这种隐忍爆发的角色，感觉太对了。过去常在偶像剧打转的他，这次跳出舒适圈，把一个身负家国仇恨又在爱里挣扎的世子演活了。角色最大特点就是稳，面对误解不变，面对生死不惧，
最后把野心化为绕指柔。大结局里，侯明昊已经把萧无一那种只要是你我就认的深情演了出来。相比于单一的古偶男主，这种富有层次、从权谋中心主动退出的角色，对侯明昊是极大的加成。希望他能凭此角色彻底撕掉流量标签。第二，艾米虽然年纪不大，但艾米这演技是真稳。艾米的成名作还没定型，但这部的谢家瑜绝对算得上。首次和侯明昊合作，演绎从天真少女到战场击鼓的坚韧女主，这个角色很有戏。不仅经历了亲手射杀爱人的痛，也有寻找丈夫的苦，最后还得在千灯会重逢。这几年从小荧幕摸爬滚打，艾米的哭戏从未让人失望，就是戏份太虐。这次饰演女主，戏份贯穿始终，角色又是陪着男主一路闯关，最后归隐山林的完美伴侣。看大结局，他和侯明昊的 CP 感甚至盖过了年龄差。我预测这个角色能让这个小花彻底火出圈。第三位，王以伦。从反转人生到夏花，王以伦颜值演技一直在线。我更在意的是他这次的反派设定。相比以前的暖男形象，却骨中的礼貌，狠辣隐忍，算计一生。但他又并非完人，最后放下执念治国安民。王以伦要如何以眼神戏塑造这个在权势和爱情里挣扎的角色，才是最值得期待的。第四位，马秋元。又一位在短剧圈杀疯了的实力派，马秋元。马秋元这几年作品不少，而且出圈的很多都的古装。马秋元擅长拿捏悲剧角色，这次饰演的李乐君却是个让人意难平的悲情公主。当年为了哥哥牺牲自己，最后还要在阵前求死，把观众看哭。马秋元要如何演这个让全网心疼的角色，同样让人期待。第五位，何润东。在偶像剧黄金年代红过的何润东，这次也饰演了一个亮眼角色。这个硬汉形象开场就跟剧情主线紧密相关，既是女主的父亲，也是推动剧情的关键。作为老牌演员，这次大概率贡献教科书级演技。除了这几位，还有饰演萧家大哥的石云鹏，饰演反派阿禅的郑雅文。雀谷团队向来善于塑造群像，尤其配角个个出彩，不知这回谁又是意难平。三，主创编剧团队打底家高义俊导演，古偶题材经验丰富。古偶涉及的情感逻辑，想要讲好一个大结局，对剧本的要求也很高。本剧有吴孟章、严照这两位编剧打底，剧集也有了底气。编剧擅长刻画权谋漩涡里的人物命运，雀谷作为暑期档黑马，野心和看点都不小。导演高义俊曾执导过《武媚娘传奇》，这次拍古偶，节奏拿捏得很准。导演团队也有点东西。高义俊加孙孟非，画面美学在线，看上去好像还是那些套路，实际上在反转设计上，这部剧很用心。从大结局看，剧集的情感张力已经拉满。不过要写好雀谷的结局，还有两大难点：一是如何处理反转逻辑，尤其是萧无一的假死，如何让观众信服又不反感。这也是剧集争议最大的部分。有人觉得神反转，有人觉得为了反转而反转。剧集把权谋线拉高之后，如何圆上所有的伏笔，是对编剧的考验。二是如何处理结局的升华。如果能处理好萧无一放弃地位、归隐江湖的动机，将是这部剧最大的亮点，更可能推高口碑，成为年度爆款。写在最后，近2年来，《长相思》《墨雨云间》等一批古偶持续霸屏，可见不论什么时候，古偶都是观众非常喜欢的一个类型。不过要说今年暑期的最大黑马，还得是这部反转不断的雀谷。这部雀谷从演员、剧情、立意等配置来看，当然具有爆剧前置，但还得看观众怎么评。
所谓萧无一与谢家瑜，却古代表身份枷锁与权谋，归隐象征自由选择与初心。从朝堂到江湖，再回归本心，是男主掌控命运的闭环。生死不可改，往事不可追，但他牢牢抓住当下的选择，终究完成人生突围。其中每一步都不可轻忽。爱情从不是既定的剧本，而是一步一步走出的答案。